Hello，大家好，我是 Siki 林子，今天要来介绍 EG 的优缺点，还有观众留言给我的问题，跟我选择的代办跟这边的人口比例，我在这边的一些观察。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EG，我去 EG 的时候是1月14去到2月16，2024年。那在这段时间呢，其实是一个韩国的寒假，然后一间学校很特别的是，它有非常多的亲子家庭，还有一些小班，就是一团一团的像团体的。我要来分享我观察到的优点。我这次报名的是雅思准备班，然后我觉得师资比较好耶，觉得学校对老师们比较好，让老师们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所以老师也有办法累积经验。在宿务的时候，老师都要被赶出去吃饭，但是这边就是有一个老师区域的午餐，我觉得比较好。在这间学校的话，老师只要付半价，大约60披索就可以有一个简单的餐。我有观察一下，老师的餐通常是一个饭啊，配一个咖喱，或是一个主菜，然后配一个饭这样。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会参加吃这个半价的餐。老师们下课有专门的黑车，就是会载他们回家。这个车子里面就是会检查他们的包包，确认他们没有做偷窃或者什么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提供接送服务算是不错。菲律宾人基本上他们的官方语言是英文，所以他们的英文教师证非常难考。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他们只要有考英文教师证，他们就会有加薪。所以这间学校也是我少数看到有比较年长的菲律宾籍的老师在任职。因为如果一间学校他的学校老师总是很年轻，那就表示这间学校他给老师的待遇不太好，那相对师资就会越来越差。所以一到那边其实可以看这间学校对老师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的福利好不好，你就可以大概想到你的老师他们的经验大概会是怎样。第二个优点就是他的教学内容客制化，你想要用什么书上课，你就跟老师讲一声，你把原本那本书拿回去退，你就可以上这本书。算是，但有些老师会不要，那就是看你怎么去选择。那你要不要继续跟这个老师上课？台湾经理的在教学这一块的资源度蛮高的，它会让你印一些课外的东西，不管是你想要准备 CV 或者是什么，它都会尽可能的帮助你。然后我发现内容客制化是因为妹她跟我讲说，这边可以准备英文的 CV， 她想要找工作，她想说学了写作不想只是就是快乐写作，她想要有点功能，所以我发现这件事之后，我也加入了写 CV 的行列里面。如果你有计划在那边学习一些不一样的课外读物，或是一些题材你想要写的 CV 啊什么什么，你要跟老师双向确认的东西，那就记得要带电脑。然后经理就是会无怨无悔的帮助你学习的资料列印，就是基本上你跟他讲，然后隔天他就会给你，所以你可以马上给老师，算是在教育方面非常认真的经理。有些人不知道，经理就是会驻点在那里，然后照顾你的人。优点是押金费用的退还方式，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优点。但我先介绍一下押金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说，找到一个代办，然后他给你一个报价之后，还要再缴一笔钱，除了学费跟你当时交给代办的钱之外，还有机票费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押金。那押金的功能是什么呢？当你整个学期上完，你并没有破坏掉房间，你也没有就是做什么坏事啊、犯罪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你没有做任何违规的事，然后他会把那个押金扣掉你的书钱、你的电费，然后你的一些什么哩哩杂杂，有一些小杂费，比方说你办那个学生卡这些费用，他会在你毕业的时候退给你。他们的书最后毕业的时候才结算，所以如果你有办法在1周之内你就交到一个快要毕业的好朋友，然后你的等级跟他一样，你可以拿他的书，他就毕业，而且他的书愿意送给你。他的书全部你免费用，你把你的新书全部拿去退掉，因为他这间学校并没有规定说你不可以拿其他学生的书，可是我上一间学校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在押金的还有对书籍上面的灵活程度比我当时前一间的学校好很多。当然你要这么做，记得不要妨碍到别人哦。第4个优点，这里是雅思电脑的标准考场，所以你的老师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考官。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个优点，我就是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个噱头，你就觉得哇好棒，列为优点。
第五，校园的活动空间真的很大，然后吸烟区有远离住宿区、运动区这些区域，也就是说大家彼此互不干扰。就是吸烟区远离大家，通常早上的时候我会把它拿来当那个集合等车的地点。这边有一个很像走秀台的地方，我就跟妹还有阿 K， 就我另外日本朋友在这边玩。Stop. Go. No, the model need to go back. 是不是又三八又可爱呀？反正我们就在玩。然后这边的车可以直接开进来学校的前面，因为它空地够大。第六，课程内容不局限于上英文而已，它还有多一个，就是你早上可以上英文，下午打高尔夫球。我有看到一些韩国可能贵妇，还有一些老板们，他们就是下午去练高尔夫球。不知道多远走之前叫。对。我看到了。多少？125左右。125？ Yeah. OK， 頑張って。OK。你先瞄准，应该吧 First shot.？Yes。刚好有认识的日本朋友是做高尔夫相关的工作，所以尽管我们没有报名高尔夫，我们也可以去那个高尔夫球场，然后买球，算几球这样子，然后在那边玩一下。然后杆是在那边借的，然后那边也可以喝咖啡，也有厕所。Yeah, Stipa golf player. Stipa golf player. Wait, more left. Yeah, it's okay. Even the longer one. Longer. So wrong. 不要打到那个盒子。Be careful. 这是我在单人房间里面看外面，他们下午晚上的时候在清球的样子，然后我觉得蛮疗愈的，我就录起来了。第七，周围环境真的超方便的，就是走路都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不管你是要走路去 mall， 你要去美甲，你要去吃好吃的餐厅，你要按摩，你要去咖啡厅，你要去 Seven， 你要去超市都有。这是我最喜欢的咖啡，好想念哦。第八，路面平坦，走路比较安全。它相比宿务好像不会管理，可是克拉克好像比较在意。9，台湾人少，说中文的人少，所以你就得说英文。我当时周围有的台湾人只有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就是 May 跟 Anger， 就这样，其他就是家庭组的比较难，你比较难跟他们做比较深入的友谊。第10，空堂可自由进出。虽然它是半斯巴达，但它好像在 free 跟半斯巴达之间更靠 free 一点，所以它在中间的空堂你可以自由进出。我常常因为中午的午餐就是太辣，或是没有我想吃的，我就会直接出去外面，保全人员讲说我要出去外面吃饭。第11，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洗衣区可以很准时的给你衣服，真的很棒。之前我在宿务的时候，我还得威胁经理说，你再不给我衣服，我就要穿比基尼，到这个程度。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你星期一给他，可能到星期五都还没办法给你衣服，你还要去威胁经理。但这里不会，因为这里有屋檐，而且这里超通风，然后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较干爽，所以衣服几乎我从来没有被延迟过。就是唯一的缺点是内裤要自己洗，可能也不是缺点啦，只是我懒。然后这里的泳衣内裤都可以拿去那边请他帮你脱水，也可以晾在那里，就是晾在它有外面还有一个小区域可以晾的泳衣。好，我觉得我把关键的优点都讲完了，大致上就是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些优点。接着我们就要来讲缺点了。第一个缺点，
团体课分级规则很模糊，感觉是把散课一个一个来学校上课的那些人全部在同一个时期凑成一个班。报名的雅思准备班里面有一堂外事课，一堂菲律宾老师的团体课。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我的菲律宾老师的团体课最严重。我有3个同学，包含我是4个人，然后老师所以我们是5个的小班制。然后我多益355分左右，所以我算弱底生，不算很厉害，但是我就是日常的可以讲。我对面的同学是一个 beginner， 然后他的旁边呢有一个高材生，他的英文等级超好，他已经学了不知道多久了，然后教旁边的日本人。然后我旁边的爷爷也是，就是英文不错，至少该讲到什么都可以侃侃而谈。然后我这堂课基本上都变成在练日文，也有练英文，但不多，因为就是他们等级落差太大了，常常要解说。然后我在那一班就是我两边都听得懂，然后老师常常就是一脸问号，因为他们就是会想要讲解一下，所以没办法一直用英文，就变成一个很怪的状态。而且我在这个分班的时候，我有一个疑惑，就是我那时候没有考到口试，我一直在问我的口试为什么不用考，然后他们给我的理由是没有老师不够，所以我就觉得在某些情况下有点奇怪的感觉。第二个缺点是毕业的时候会退押金嘛，但是它的电费没有一个公共电表可以让你看，所以你的电费多少基本上是学校说了算，计算方式算是比较不明的地方。第3，房子水压不足，双人房很吵，千万不要订双人房。然后单人房我的 WiFi 机坏掉，所以你到一个地方你就要先检查，检查完之后要马上回报问题，然后录影传给你的经理。基本上今天报问题，明天就会修理好，在你上课的时候，我觉得算速度快啦。就只是说觉得他们有很多小东西一直有问题，他们的水1个月可能会有1-2天的早上是停水的，就1个月里面我有被停水过2次。它的水有时候是呈现一个一直在补的状态，或者是要很久很久你才能冲，它的水压很不够。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是无解题，就只能已经第2次了，就是我已经第2次来菲律宾了，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强求这里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就只能说这里就是会发生一些事情。第4，教学楼卡死，非常的卡，所有人下午都去教学楼炸死，不回自己房间炸死，所以教学楼常常卡满了屎，然后它的门关不起来，所以你要拉着门，因为它的门有点老旧。毕竟这个教学楼的厕所是专门给老师用的，那人那么多，然后老师也那么多，所以教学楼就是下午卡死。第5点就是比较我个人觉得是缺点啦，就是餐厅里没有第2个主食选择的机会，有点欲哭无泪。然后顺带一提，餐厅有时候会有苍蝇。他们餐厅虽然说都会公告就是餐点，但基本上他们的餐点如果是上面国旗是日本，然后做出来的料理不会太像，就是台湾的时候还可以一点，因为他们韩国人很多，所以他们基本上一定会有泡菜那些有，可是就是不是那么好吃，所以我就三餐老师在外，叫我老魏。接着我要聊一下观察日记，顺便回答一下我观众留言区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这边的人口分布如，首先先从最多的开始介绍，就是韩国人。这个时间点寒假，韩国人很多，家庭很多，但是这间学校是唯一我发现会有家庭第2房、3房、4房。我有遇到一组家庭，他已经来这边从一间学校3次了。所以我认为这间学校在韩国的口碑里面应该是不错，然后 CP 值也很高的。再来是日本人，日本人来这边的话散客比较多，听说3、4月的时候，因为是他们的快开学之前会有大学生团，所以我来的这个时候非常多的韩国团、韩国家庭团，还有韩国小孩团，还有那种带团，就是一拖拉库的小孩一起进来，然后一个老师管理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小孩，可能要避开一些特殊时间。接着的人数是越南人1%左右上下，就跟我们差不多啦，就是我们如果3个他们6个这种感觉。产石油国家的人，对不起我不记得了。
然后还有观众留言问我说，去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我个人认为特别要注意就是，千万不要把你吃过的任何的餐盒、餐纸、任何有糖的东西、点心、零食带进你的房间，这里隐患好严重。总结，这是个适合第一次来菲律宾念语言学校的，不怕辣、不怕吵、不怕蚂蚁，没有健身房也可以，就可以回来2房。这是代办，我的代办已经离职了，所以我介绍妹那间的代办。我觉得妹那间的代办，那间代办叫做背包客游学，里面的代办叫 Kevin， 然后 Kevin 基本上好像花了蛮长的时间去住过各家的那个学校，就不会像一些代办没有经验、没有住过那边，所以不太知道那里的详细情形。然后 Kevin 都会讲一些比较细节那边的状况，这样子。背包客游学他们只做菲律宾这一块，所以我觉得以专攻项来说蛮专业的。我是领子 Siki， 谢谢你的收看，拜拜。有空帮我按一下赞，谢谢你。然后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我都会尽量回答你。如果我知道的话。